恶行从爱尔兰到契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小奸小恶 CK 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徐日梦。今天继续重置这个从夯到拉完了大排名系列的第3期。这期呢是这个象骑兵和弓骑兵。先说弓骑兵，特点在于呢追击掩护很高，伤害和坚韧呢也不俗。通常克制没有通常克制，每个弓骑兵的变种都非常有自己想法。首先第一个这个请出弓骑兵本兵，135组件花费，面板说高也不高，说低也不低，有利和不利的地形效果呢也说不上来是高是低，整体呢非常平庸，食之无味，弃之也没多可惜。看着弓骑兵就有一种被黄毛绑起来，眼睁睁看着自己妻子被黄毛侵犯，被父母侵犯这种无力感。唯一的亮点在于同时克制轻重步兵，给到 NPC 作为基准好了。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弓骑兵的 PRO 版本护从弓骑兵表现如何？拉完了，毫无争议的拉完了。地形影响呢没有变化，组件花费翻倍到270，克制效率也翻了倍伤害多了9点，坚韧多了2点，这是目前所有护从类兵士中最拉胯的。这个面板数值在不同的时代都是一样的，部落时期是这样，中世纪晚期也这样更别提这个兵士因为是护从还有编队限制了，评价直接给到拉完了。第3位。重装弓骑兵这个是弓骑兵。上期提到的巨装弓骑兵是重骑兵类型属性很相似，很容易搞混。157一对，价格非常不错，只是比弓骑兵贵了22块钱，面板可强了非常多。在草原作战加80的伤害平原40伤害，加成也很慷慨，但是呢也就局限于平地了。重装弓骑兵有着全游戏最多的不利地形数量如果在山地湿地作战的话，伤害就剩7点了，追击还倒扣16。好在是不利地形没有丘陵，局限性不算非常严重，除了克制轻骑兵之外还克制战象，但是在丛林地形呢发挥又严重受限。总体来说呢，重装弓骑兵绝对算不上是首选兵士，但是评级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到顶级的，因为不利地形没有丘陵，所以说限制也不算很大。第4位曼古傣，所有重骑兵和弓骑兵中唯一的一个招募花费是2位数的，解锁于蒙古文化的草原群狼传统文化特色兵士，50的伤害不算突出，但是一队只需要99块钱，60的白板追击更是整个游戏除了护从之外最高的数值了。因为轻装上阵，丘陵甚至都算是有利地形，哪怕冲进湿地丛林甚至沙漠山区，仍然有非常够用的30追击。克制长枪兵与重步兵，长枪的话是 0.5 倍克制不过也很不错了。唯一的缺陷呢是坚韧很低，只有6点，所以呢做战术决策就要稳妥一些了，这样子才能发挥出曼古傣的特色优势，不然死的太多的话补援浪费资源。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点这个曼古傣的小图标是唯一能看出情绪的，很明显这个马的精神状态不是非常好。综合评价给到人上人吧，毕竟这个坚韧太低了，导致编队实力被拉低了很多。建议搭配一些其他综合实力高的兵士，曼古傣主要着重于他的追击能力。第5位窃血，解锁自游牧的第4级宗族传承之前说曼古傣的小图标是唯一能看出情绪的，那么窃血呢是唯一兵士大图中没有情绪的。所有的兵士大图看起来都是在冲锋或者是严阵以待，只有窃血看起来很休闲。作为游牧统治者的精锐卫队，窃血限制只能招募1个编制。面板作为弓骑兵来说非常优秀了，编队实力位于弓骑兵的第1名。有利地形的加成非常优秀，除了伤害之外呢还加成掩护，非常符合统治者卫队介绍。不利地形的 debuff 非常的严重，腰斩都不足以形容。225的组件花费呢也没有很低，性价比不算高，可以理解为是养尊处优的贵族兵，只有在特定的草原平原地形才能有良好的表现。最后再来看这个克制类型轻骑兵、重骑兵和战象。重骑兵是 0.5 倍克制那话又说回来了，这样的面板加克制，如果是我的话，解锁之后肯定会备一个编制的。综合评价，解锁的稍微有点靠后加上还有编队的限制，重骑兵呢还是 0.5 倍克制，我觉得给到顶级稍微有点过分了这个刀法这个太精准了，给到人上人好了。
第6位也是宫骑兵的最后一位阿萨维拉，解锁于伊朗的第4级辉煌宗族传承。解锁呢类似于上一个谢薛啊，这位是真正的剑斗偏锋，轻步兵和重步兵双倍克制，并且没有编制上限，想招募几队就招募几队啊。这个无限制的双倍克制双兵士啊，还是比较罕见的。面板数值比较平常，没什么好说的。有利和不利地形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我不推荐招募这个兵士啊，非常不推荐，因为招募一队需要整整的300块钱，维护费要1个月3块，这个价格对吧，都想骂街了。就这么说吧，目前介绍过的所有兵士中，比他组建花费更高的只有一位啊，叫做护从枪骑兵。但是护从枪骑兵可是200伤害的啊，对不对？而且阿萨维拉的维护费啊更吓人了。3块钱的维护费是所有兵士中最高的，甚至等下要介绍的彩贝维护费都没这么高。在我的性价比计算公式中啊，它的性价比只有 0.58 啊，这是非常低的一个数值了。我觉得肯定是不值的。这要是咬牙组几队啊，打仗的时候真的能当场破产。可能有小伙伴要说了，那我财富自由之后可以组它呀，啊，能几百块钱组兵士肯定不缺钱了啊。你说的对。那可是你真的不缺钱的话，为什么不组重骑兵呢？综合评价给到拉完了。第7位，老爷爷，我要给你踩背了啊！战象，全游戏数值最夸张的兵士啊，来自于南亚次大陆，从头到尾由内而外都散发着数值的美感，包括招募花费与维护费啊也是顶尖。战象招募一队需要400块钱。与护从枪骑兵并列第2，第1名呢是这个护从战象，维护费2.49。与护从枪骑兵并列第2，第1名的话是护从战象，维护费2.94，这个也是第2。至于第1名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了，3.0，来自于伊朗的传奇宫骑兵阿萨维拉，克制呢也和阿萨维拉一模一样。轻重步兵双倍克制，但是战象的伤害可比阿萨维拉高多了。面板除了250的超高伤害之外呢，亮点还在于 0.1 的工程进展。虽说军事线的生活方式技能啊不会给予加成，但是也算是锦上添花了。不利地形的底 buff 呢看似很高，但哪怕是湿地的150减下来之后呢，还有100伤害。对战象来说呢，不算是毁灭性的伤害啊，仍然保有战斗力。另外呢，战象呢还是单独的兵士类型啊，象骑兵不会像是轻重骑兵那样非常普遍的被克制啊。不过呢，标准的长枪兵啊还是可以克制战象的。250的白板伤害可以使得战象通过驻扎迪耶勒啊，很轻松的到达非常恐怖的上千伤害。届时那就是无所阻挡了。综合评价给到顶级。最后一位护从战象啊，战象的 PLO 加强版，面板直接翻了个倍，丛林有利地形50的加成提升到100，不利地形呢没有变化，克制仍然是双倍克制，组建一队需要800块钱，但是维护费仍然是2.94。面板400伤害100坚韧啊，这个2个字无敌，太无敌了，我都不敢想啊，叠乐能叠到多高。这个必须给到夯了，这个全游戏的伤害数值天花板。正如介绍所说的一样，比一头冲锋的大象更难阻挡的是什么呢？一头更大大象啊！力大专飞理论是无敌的。另外，护从大象与之前提到的护从宫骑兵，这2个是所有护从类兵士中唯二面板不会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战象不变，可以理解为是本身就够高了。那至于宫骑兵啊，这个不评价了。为什么护从宫骑兵能这样填数值呢？我不理解。好了，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这里是徐人梦啊，喜欢的话请3连加关注，我们下期见。